监测状态。监听听力范围1000兆赫至4万兆赫，监听频率范围1000兆赫至4万兆赫，监听频道数15000，监听频道数15000。重点监测氢原子频率1420兆赫，羟基分子辐射频率1667兆赫，水分子辐射频率22000兆赫。重复一遍，重点监测氢原子频率在这3次发射中，发射频率已低出了微波范围，不可能在目标上产生任何热效。所以说，不论是杨伟宁的态度，还是这些异常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就是红岸建立的真实意图，其实非常的隐秘。喂，永昌，我们现在已经在齐家屯了。我刚刚去村委会了解了一下，那个红参厂没什么问题，当地的一些老乡还能从厂里面赚点钱啊。你那个脱密档案怎么样了？你可答应我了啊，今天一定要给我。档案拿到了，里边的内容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你别卖关子行吗？红岸到底是搞什么的？红岸研究的事情确实很隐秘。新存储器故障已经排除，请清除故障代码。喂，叶文杰，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故障已经排除，是，请清除故障代码。下午5点将召开工作例会，请各部门做好会前准备。各部门负责人请准点到达会议室。报告。进来。叶文杰，过来。我当时认为，雷政委一定是因为提拔我，受到了牵连。心里想着，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辜负他，哪怕是说谎。叶文杰，首先我声明，我是不同意这么做的。以下的决定是杨总工程师向上级请示后做出的，他将对后果负一切的责任。为了发挥你在红岸的作用，杨总工程师反复向上级请示，丁总政治部派来的同志也对你的工作进行了了解。经上级批准，我们决定将红岸工程的真实情况告诉你。希望你能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工作，立功赎罪。今后在基地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任何违规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你听到了吗？明白。那时，我终于明白，雷志成对我说的一切都是假的。红岸
既不是一个攻击性武器，也不是用来监听敌航天器的。他对我的爱护、提拔和保护，都是假的。所以之前杨卫宁才会一直阻拦雷志超。杨卫宁是一个好人。当上级领导质疑我身份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是他。后来，也是他向我介绍了红岸工程真实的情况。你要是不同意，现在还来得及。我同意。你想好了，一旦决定，你离开雷大风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没有了。这儿就是你的最后归宿。我同意。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时代。内容很多，你自己看。这篇资料讲的是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分为两种模式：渐进型和突变型。对，渐进型是指基础理论成果逐步的转化成为实用技术，比如现在的宇航科技的发展跟应用。突变型是指基础理论成果迅速的转化成为实用技术，并且发生技术突变。这里重要提到了核武器。是，现在北约跟华约集团基础研究空前活跃，投入巨大。照这么下去，技术突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那将对我国的战略规划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这里总结了一些最有可能发生技术突变的领域：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寻找外星文明。该领域的技术突变一旦发生，其影响力将超过以上3个领域技术突变的总和。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现在一些北约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外星文明的探索，比如说他们的奥斯曼计划，还有绿地国家射电天文台。他们的搜索目标是鲸鱼座涛星和波江座 Epsilon 星，而且他们计划在1972年扩大搜索范围，发射谦虚者10号、11号，分别携带一张刻有地球文明信息的金属卡片，然后在1977年
发射旅行者1号、2号，携带金属畅饮。这是阿雷西博望远镜，它已经建成，功能非常的强大。它的能量收集面积达到20英亩，大于世界上所有射电望远镜能量收集面积的总和。如果它跟计算机匹配的话，能够同时搜索65000个频道，而且它有非常强大的发射能力。这是欧洲的资料，他们也在这方面投入巨大。现在全世界都在探索地外。是啊，只有我们考虑的最少。可你要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跟地外文明发生接触的话，都将改变目前世界上的一种格局，尤其是那些超级大国。如果他们率先接触，肯定会垄断接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绝不能落后。这个战略视野盲区必须攻克。我们日益走的道路。叶文姐，从现在开始，你负责研制红岸自异解系统。具体的说，就是由宇宙间最通用的基本数学跟物理原理建立一个基本的语言源码系。这个源码系可以被绝大多数文明所用。只要他们掌握了基本代数、基本欧式几何跟基本低速物理学原理，在这个基础上创立新的语言系统，宇宙包括汉语、世界。明白吗？明白。原来神秘的红岸是用来探索地外的，而且您是整个红岸基地自异解系统的建立者。当时正是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候，人类的疯狂已经达到了文明史的顶峰。核潜艇、核武器隐藏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着被触及发。一旦发生，足以摧毁上百座城市，杀死几亿人。面对这些技术突变，每个国家都有极强的危机意识。叶老师，您是天体物理学家，在您看来，天文领域真的会发生技术突变吗？核武器已经很可怕了，但宇宙中还有更可怕的力量，有黑洞，有反物质。与之相比，核武器不过就是一个温柔的蜡烛。这个波形显示器的主机已经拆除了，它主要负责显示
是的。我跟叶文洁已经重新拟了一封信。叶文洁，念给大家听。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人类。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封信怀着人类最美好的愿景，发向了宇宙。里面包含了地球行星概况、地球生命系统概况、人类社会概况、世界历史基本信息。所有信息在自一解系统之后发射。红岸真的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那当时你们向宇宙发送的信息，又该如何确保我们是安全的呢？这些信经过多学科的严格审查，确保不会包含任何太阳系在银河系的坐标信息。在2280兆赫、12000兆赫、22000兆赫3个波段上，发送的时间分别为31分钟、7.5分钟和3.5分钟，也就是尽量减少12000兆赫和22000兆赫的高频段发射，以降低被定位的可能性。红岸基地在那个年代探索外星文明，也就算是一个边缘化的基础学科。可是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保密等级呢？其实，这个问题从红岸最初阶段就有人提出，一直延续到红岸的最后。现在，你应该有了答案。我们只能佩服红岸工程最高决策者思维的超前了。如果红岸要是成功了，那世界就不是现在的世界了。哦，当然，现在说成功还是失败，可能也为时过早。毕竟那个时候发出的电波，就算到今天，在宇宙里面其实也没有走多远。电波信号传得越远越微弱，太空中干扰太多，外星文明收到的可能性很小。
为了使宇宙中外星文明能够收到我们的电波信号，我们的发射功率应该与一颗中等恒星的辐射功率相当。天体物理学家卡达谢夫曾建议，可以根据宇宙中不同文明用于通讯的能量来对它们分级。他把想象中的文明划分成3个类型：一型文明能够把相当于整个地球输出功率的能量用于通讯；二型文明是可以把一颗典型恒星的输出功率用于通讯；三型文明用于通讯的功率约等于整个星系的输出功率。目前，地球文明连1型都未达到，而红岸的发射功率又仅仅是地球能调集输出功率的几千分之一。这一声呼唤，像长空中一只蚊子在嗡嗡叫，不会有谁听见的。可是，如果卡达谢夫说的23型文明真的存在的话，那我们应该早就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所以，红岸工程似乎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宇宙中，真的只有地球上存在着智慧生命。理论上，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结论的问题，但感觉上，我还有每个接触过红岸的人都认同这一点了。红岸工程真的太可惜了，既然都已经建立了，就应该一直延续下去。这才是一项真正伟大的事业。70年代末，红岸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发射系统实现了自动化，监听系统数据处理能力提高很多，能同时监听4万个频道。随着眼界的开阔，人们也清楚了外星文明探索的难度，上级对红岸工程渐渐失去了兴趣。那次改造后，最先看到的变化是基地的密集降低了，基地警卫兵力只剩下1个5人保卫组。敬礼！红岸的编制虽然仍在2炮，科研管理却移交到中科院天文所，承担了一些与外星文明探索毫无关系的研究项目。那您的很多研究成果，就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吧？红岸系统当时有国内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改造之后，先承担了一些射电天文观测项目，后来随着其他射电天文观测基地的建立，红岸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对太阳电磁活动的观测和分析上，为此还加装了一台太阳望远镜。那这么说的话，就可以有很多实际的应用了。没错，我们建立的太阳电磁活动数学模型，在当时那个领域是领先的。有了这些实际应用，红岸的巨额投资总算是有了一点点回报。这一切有相当部分都要归功于雷政委。当然，他是有个人目的的。雷政委，他不是技术部队里边搞政工的吗？入伍前，他也是学天体物理学的。红岸基地后来引入了一些与外星文明没有关联的研究项目，
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老雷，红岸基地早就完了。红岸被划到军转民范围内后，军方就把它彻底放弃了。中科院维持不起基地的运行费用。这想法让我的后半辈子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有时候觉得生命很珍贵，一切重如泰山；有时候又觉得人是那么的渺小，什么都不值得一提。反正日子就是在这种奇怪的感觉中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就老了。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一切难以预料。索三体世界，守护地球文明。
开始。刚才看的是假吗？还好，来再来一个吧。来，辛苦，我们再来一个啊。哎，主任。是我车吗？你就拽。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犯错。是我车吗？来吧。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Soon my planet will vanish. I'd known the future your people wouldn't think. Soon your planet will be punished.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Soon my planet will vanish. I'd known the future your people wouldn't think. Soon the planet will be punished.红案的档案，老常已经查到了。你知道红案基地是干嘛的吗？啊？探索地外文明的。简单的说，就是找外星人的。你知道了？知道了。老常已经把这信息跟其他战区同步了。同时，他也调取了他们这几年探索外星文明的相关档案。叶文洁呢？叶老师说想在这待会儿，回忆回忆过去，顺便这些天看看老朋友。老太太还挺淡定的。她跟申云飞的关系呢？
按照季建国的说法，两个人并没有过多的接触。那他的红参呢？红参就是当地老乡送的呀。叶老师跟红参厂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你那边呢？红参厂查怎么样？申玉飞只是外资的顾问，他会阶段性的出差到这儿，来验收研发成果。他好像还挺赶时间，已经离开了。表面上看没什么可疑的，但是我不信，我不信这么巧。不信也没办法，去抓他审他。走吧。去哪儿啊？先回去啊，研究研究红案。能不能歇会儿啊？哎，叫那飞机接咱俩来行不行？你看我长得像飞机吗？刚才你说叶文洁要见见老朋友，究竟是什么老朋友啊？他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有不少朋友。老朋友。在您的描述里，红岸是残酷的、冰冷的钢铁。我一直以为这里会是混凝土的丛林，可看到它，我会觉得它有温暖的气息。因为他被遗弃了。他老了，任何东西到了失去力量、弥留时，都不让人再这么提防。我的心情像是朝圣，像一个教徒终于到了耶路撒冷，这里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用佛陀的话说，是缘起。好久不见，统帅。你可以不用这样叫我。统帅的地位不可撼动。对于我，对于 ETO， 您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永远。
你给它起名叫第二红案。是的，红案是一个伟大的名字。这是哪儿？审判日号。3年前，您给了我和主联络的方位和频率，不然永远会有第二红案。和主联系的时间会很漫长。是的，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幸好您已经给了ETO 机会。统帅，您如果没有选择我，我永远没有和主沟通的可能。当时面对 ETO 第一批成员，你说我们的理想是请主改造人类文明，遏制人类的疯狂与邪恶，让地球再一次成为一个和谐、繁荣、没有罪恶的世界。是的，但现在这一切都有了改变。您不认同我，因为您没看清人类的本质。您做的一切都是基于热爱，热爱人类，热爱地球，甚至成为统帅，都是为了避免ETO失控。我能做的太少了。我研究过您，甚至研读过您父亲的著作。我发现，在这一点上，你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强大的责任心让您，无论受到多少伤害，都还会抱着最后一点希望。人类璀璨的文明让您留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的恶是消灭不了的？连我，您第一个信徒，都背叛了你。统帅，人类真的是彻底没救了。其实，你可以不来见我。我知道你仍然在努力获取主的信息，甚至重新搭建了接收系统。就在这里，这里曾经是伟大的红岸。我没想到您在被遗弃的红岸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红岸，那现在就应该叫第3红岸吧。你改变了接收和发射的方式，还是从头到尾都在杜撰？主将降临，我有资格杜撰吗？我认为，让人类自我毁灭是仁慈的，毁灭的只是人类，改变的是这个世界。统帅，人类的文明史里有过仁慈吗？伊文斯，你是可以选择的。在宇宙的尺度下，一切都微不足道。我不想做无谓的选择了。整个人类已经处在一片无法自救的火海之中，而您是点燃这把烈火的人。感谢您，统帅。
根据档案的记载，红岸基地成立于1968年，于1987年撤销。成立的20年间，始终没有收到来自宇宙的异常无线电波，就是没找到外星人呗。暂时可以这么理解。暂时？对。因为宇宙非常的辽阔，宇宙当中的干扰也很多，无线电波在宇宙中的传播速度就会显得很慢，而且越远，信号就会越微弱。但是这也不能绝对的说，没有任何的外星文明接到了我们的电波。这么多档案，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细节跟叶文洁说的有出入啊？叶老师主要给我介绍了红岸基地成立的真实意图，和档案里面的记载几乎没有什么出入。既然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找外星人，那保密级别有必要这么高吗？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叶老师，他给我做了一定的解释，在档案里边也进行了一定的说明。哎，你们有听过比尔马修的接触符号学吗？什么？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接触外星文明是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开关，不管其内容是什么，但产生的效应是相同的。这种效应会被人类群体的心理和文化途径无限放大，放大之后会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这种接触一旦被某个国家或者政治力量所垄断，其意义和军事、经济实力相当。没听懂？不是，其实你说这些，它也不是不好懂，只是你的用词啊，还有你的表达方式，就是接触外星文明，就好比拿到一本辟邪剑谱，谁拿到了、修炼到了，谁就天下无敌。石队，你是这个意思吧？我就是这个意思，浅显易懂。汪教授，你说复杂了。我的错。就是武林中人在抢夺一本武功秘籍，江湖大乱了。照你这么说，一旦有人接触外星人，世界就变了。老常还说了，外国那些恐怖分子原来是和平主义者，还有那些自杀的科学家，他们都是突然间就变的。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接触过外星人呢？叶老师也说了，探索外星文明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学科，它会对研究者的人生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叶老师，这位叶老师确实很特殊啊。徐步兵，你们10个还有什么发现没有？整体看下来，黄安的资料跟汪教授说的差不多，但是有些细节部分，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杨卫宁和叶文洁1973年登记结婚。还有这里，雷志成和叶文洁她老公杨卫宁都在红岸牺牲了。同一天。叶老师，这位叶老师真是太特殊了。我知道，各国对外星文明的探索研究是个国家机密，我也很感谢，现在大家都愿意拿出来共同分析。Unfortunately, none of our searches have returned any results. There's signals from space, it's just static. It's just the natural noises of the planets. This is why we cannot accept the truth. That we can call the miracle from another civilization. 全球作战中心当初的猜想也包括了有可能是外星人这一点，但这是我们最不想承认的一点。If they are indeed an alien civilization from outer space, how do we respond?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at. To this space civilization, we're like 16th century Aboriginal Americans watching the Spanish Armada come over the horizon.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我这么多红丸资料还没看完呢，你又给我拿来这么多，我搞不搞纳米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徐冰冰筛选过的资料，红岸没找着外星人，你看看其他国家能不能找着？我看完这些资料里边，确实有几次射电频率出现了异常，啊，什么异常？但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你看，比如这次，它距离我们太远了。如果是真的有外星人想要联络我们，一来一去要几十亿年，那时候地球在不在都不知道。那有没有可能他们来的速度很快呢？就像电影里那样，比光速还快？都能光速旅行了，还发什么无线电波信号啊？就好像你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会用飞鸽传书吗？那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在跟邻居联系，然后信号不小心被我们收到了？这个信号如此之强，那就好比你拿一颗原子弹去敲邻居家的门。那按照你说的，就不可能有外星人，没有我们能理解的外星人。那你的意思是说，有我们不能理解的外星人？干嘛呀？干嘛这么没耐心啊？如果有的话，他们在哪儿？这确实是天文领域一个经典的论题。天文学。叶老师回来没有？你要不要再去咨询？你干什么呀？又想让我去帮你查叶老师啊？别，要查你自己去查。科学精神，这是科学精神，王教授。哎，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具备科学精神，你让我这么一个警察具备科学精神吗？你有。人家叶老师上午刚到家，我下午就又过去找，这样不太合适。这才能表现你超强的求知欲嘛。那我去了问人家什么呀？我总不能问人家杨伟宁怎么死的吧？你就问他，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红岸基地如果有所发现的话，他没有必要隐瞒我。有没有必要，只有你的叶老师知道。如果完全没有发现，那现在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儿，怎么就把我们引到外星文明上去了？怎么没告诉我们有黑白无常呢？有这么重要吗？重要，非常重要。最近一段时间，我读了不少天文方面的著作。我觉得费米悖论还真挺有意思的。宇宙这么大，怎么会没有外星人的存在呢？但是如果有外星人，他们又在哪儿呢？费米悖论提出的前期，并没有受到重视。随着人类对外星文明探索的一无所获，费米悖论才重新被提起。由此引发的猜想也越来越多，比如稀有地球说，认为不存在外星人，地球是特殊、唯一的智慧星球。还有一种假说，着眼于科技，认为有外星人，但是外星文明的水平远高于人类，或远低于人类，无法与我们建立联系。还有一种就是无线电静默。这个观点我也看过，意思就是外星人都选择集体沉默。基于某种原因。类似的猜想有很多很多，但是都无法定义是否存在外星文明这件事情。那这些猜想当中，您更支持哪一种呢？我从事了大半辈子的科学研究，鼓励思想实验，但是怀疑一切。小汪，你不也是这样吗？你们这叶老师啊，完全没有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回答了呀，他说了鼓励科学实验，但怀疑一切。怎么，不满意这个回答？
怀疑一切是态度。按你们科学家搞研究，是不是得先认定一个方向啊？比如说牛顿，他认为光是一粒一粒的；那个惠更斯认为光是波，所以他们的研究都是朝着他们认定的方向去证明，对吧？你知道波粒二象性？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最近看什么书了？十万为什么？啊？十万为什么？能不能说清楚啊？10万个为什么？怎么了？天文地理篇？你别笑，这个叶文洁显然是回避了你的问题。他是不想回答，还是不能回答？我哪知道？所以，叶文洁还得调查。喂，魏成这个人，是你在调查吗？是的，这个确实不太符合规定，但是常将军特地交代了，我们就只能把这儿给他腾出来。他怎么在这儿算起来了？他这个人吧，挺奇怪，带了一堆资料和电脑来，说是要报案，结果说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就在这算。我们得催他呀，他说该给钱给钱，真拿咱们这当旅馆。你能去去跟他聊聊？还真不能，他刚才特地说了，说让你们2位再等上4个小时。5个小时了，再不出来，我进去把他计算机电源拔了。啊？问你呢。去拔，拔了。拔了，他是不是算不出来了？你脾气这么急，你管他呢？石队，你们可以进去了，但那个人让你们带酒。石队，这人什么来的？这么大谱？带酒啊？好啊，带酒好啊，说明有突破呀！赶紧。说吧，在家里那么舒坦，干嘛非要到这儿来啊？这又说来话长了，要不要先庆祝一下？可别。你这一庆祝就没人见了。来，你先说说，你这次迈出第几步了？啊？我已经构建出了模型。那你构建这个模型，能解决3体问题吗？还需要验证。你这么重要的时刻是特意到公安局来完成的吗？因为有人威胁我，这里最安全。威胁你？谁呀？哎呦，这要是说的话，就得从头说起了。今天有些疲惫呀。如果你们要是真想听的话，我可能得找个舒服的姿势慢慢讲。你找个舒服的姿势，讲。不好意思啊。
那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哎，别高中，你高中扯太远了。不是，我不扯这么远。忽然有一天，我对这一切都产生了厌倦，于是收拾艰难行李，就去了一座寺庙。出家了？哎，你不是讨老婆了吗？有错，我懒得出家，我就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散散心罢了。那里住着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此人学问极深，却在晚年参禅悟道。按我父亲的话讲，到了他这个层次，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不好意思。别摆样子了，有没有这个必要？我正在努力的理解佛。跟你这号人谈佛没用，跟我来吧。你就住这儿吧。其实住哪里都无所谓，我就是想找个清静省心的地方。我混完，我这辈子就算完了。这里并不清静，往来的人也多，大隐隐于市，要清静省心，
自己就得空。走了。还让我怎么空啊？名利于我连浮云都算不上。你过来，过来。你看，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个收音机吗？请问怎么没有天线呢？少见多怪，蓝牙的。蓝牙。这是收音机吗？这是扩音器。这是收音机吗？这是电晶体。这是电容器。收音机呢？没了。所以，收音机只是我们暂时给这些零件取的一个假名称。当一个人在心中把它分解时，它就失去了存在。所以，收音机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实体。这些东西能成为收音机，或者是成为一堆零件呀，这个过程就是空。被山里的雾气弄得很吵，然后这床也硬邦邦的，这使我难以入眠。于是为了催眠，我就试图按韩教授说的那样，用空来填充自己。能明白吧？你接着说。在我的意识中，创造了第一个空。那是一个无尽的太空，其中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光都没有，空空。但我很快感觉这空无一物的宇宙根本不能使我感到安静，身处其中，反而会有一种莫名的焦躁不安。有一种落水者想要随便抓住什么东西的欲望，于是
自己在这无限的空间中创造了一个球体。那是一个不大的、有质量的球体。但感觉并没有好起来。球体悬浮在空的正中，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作用于它，它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用，它就悬在那里，永远不会做丝毫的运动，永远不会有丝毫的变化。真是对死亡最到位的诠释。于是，我创造了第二个球。与原来的球大小质量相等，它们的表面全都是全反射的镜面，互相引着对方的像，引着除自己以外宇宙中唯一的存在。但是情况并没有好太多，因为如果球没有初始运动，它们很快就会被各自的引力拉到一起，然后两个球互相靠着悬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是一个死亡的符号。但是如果有初始运动还不相撞，它们就会在各自的引力作用下互相绕着对方旋转。不管你怎样初始化，那种旋转最后都会固定下来，永远不变。死亡的舞蹈。所以我又引入了第三个球体。情况发生了令我震惊的变化，因为任何图形在我的意识深处都是数字，前面的无球、一球和二球宇宙均表现为一条或寥寥几条可以描述它的方程。但是这第三个球体，它就像是点上了控制镜的笼，三球宇宙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三个被赋予了初始运动的球体在太空中进行着复杂的、似乎永不重复的运动。描述它的方程式如暴雨般涌现，无休无止。我就这样进入了梦乡。三个球在我梦中一直舞蹈着，无规律的、永不重复的舞蹈。但是在我的意识深处，这个舞蹈是有节奏的，只是重复的周期无限长而已。这让我着迷。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样全功率的转动过，以至于周围人都叫我疯了。韩教授却知道我找到了空，我的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活这么大，我第一次享受到了数学的乐趣。所以我要描述出这个周期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在研究三体问题。可是庞加莱曾经说过，三体问题用数学的方式根本无解。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庞加莱是谁，当然学数学的不应该不知道他，但是我又不敬仰大师，我也不想成为大师。他说他的，我算我的。他说无解就真代表无解吗？而且我有新的算法，就是用数量得到质量确率有声列态法则，能生存的运动模式就是对三体下一时间断面运动状态的正确预测。你说的是进化算法？进化算法，我是到后来才听说这个名词。这种算法的特点就是海量计算，计算量超级巨大。我可以肯定，对于三体问题，现在的计算机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当时连个计算器都没有，只能拿空张轮跟笔徒手计算。这才来几天啊，都烧了我10几个账本了。麻烦你再给我拿点新的。
香炉里烧，灰太大。我不知道算了多久，反正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沈玉飞闯进了我的房间。你是谁？你要做什么？这是你算的吗？是你在计算三体问题？你说话呀！那是你第一次见你老婆，挺特别的。女人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但让我震惊的是，我用的是非常规的数学算法，而且推导的跳跃性很大。他竟然能从机长飞起的稿纸上看出我的研究对象，可见他的数学能力也非同一般。那是因为他很关注三体问题。没错，他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痴迷。他和那些寺庙的香客不同，那些人只知道东窜西跳的拍照，处在一种麻木的智力抑制状态。沈云飞很有学者气质。你用了非常规的数学方法，不错。其实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方式，可以将三体问题的难度转化为巨大的计算量，但这需要一台非常大的计算机才行。说实话，我全。散步，没想到在那里又见到了沈月飞。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保佑谁？我主是谁？佛祖保佑我主，很矛盾。沈玉飞的主要佛祖保佑啊？他的主在苦海吗？我不懂宗教，我
我也不感兴趣，但我确实也想象不出比这更离奇的祈祷了。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如果有人祈求佛祖保佑另一个主是怎么回事？是谁有这样的祈求？要带我下山的那个女人。让我想想。我感觉只有一种可能，他所说的那个主是真实存在的。那请问佛祖也存在？我不是故意要冒犯佛祖的意思。我说了，跟你这号人谈不了佛学。佛祖的存在是你不能够理解的存在，他说的主是你可以理解的存在。我这么说你理解吗？还真是色即是空。我没能力告诉你更多了，我只是劝你别跟他走。请问为什么？我也只是感觉得他背后可能有一些你我都无法想象的事情。然后你就跟申玉飞走了。总不能在寺庙里待一辈子吧？接下来几年，我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申玉飞实现了他的诺言，我拥有了一台小型机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还不是到国外使用巨型计算机，不是分时段使用，而是占据全部 CPU 时间。这些设备价格不菲。他很有钱，我也习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有钱。后来，你们就结婚了，算是吧。他说结个婚方便，而且我们各有各的事要忙。其实接下来几年可以用1天来形容。住在别墅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只要专注计算就行了，他也不干涉我的生活。我们俩一天唯一的交流内容就是3题问题，他说他要时刻关注进展。那申玉飞平时都干些什么呀？干些……哦，你是说科学编辑？他一直在忙那个事儿，有的时候家里会来很多人，这一度让我很烦躁。那他没有拉你加入科学编辑吗？你很幽默啊，他拉我干什么？我都是他的人。再说到了我这个境界，除了计算，我还关心别的吗？答案是肯定的。队长，你这种计算方法很有突破性。之前有很多人用逼近法来计算，他们试图找到一种稳定的三体运动规律，最终他们发现，在相对稳定的初始状态下，三体运动呈现一个首尾相连的八字。后来又有很多的人痴迷于这种方法，寻找这种稳定的运动状态。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他们不过找到了3、4种。可如果用你的计算方式，应该可以找到的不止这些。好意思，也不是很多，就100来种吧。但是，建立一种数学模型才是我的目标。这样的话，就可以使3体在任何一个时间多面的初始运动质量一致，使精确的预测3体系统接下来所有的运动状态。这也是申玉飞的目标。但是我有了突破，也惹上了麻烦。
绕了这么一大圈子，都听明白了。现在可以说说你为什么报案了吗？潘寒，他威胁我，他说，如果我不停止计算，他就杀了我。潘寒干什么呢？多大年纪啊？科学边界那边的，应该30来岁，生物学家吧，应该是。他什么时候威胁你的？怎么威胁的？就这几天，这个三子拿了一把真枪，把我电脑主机都毁了，我当时很恐惧。然后晚上的时候，我睡着睡着觉，我迷迷糊糊感觉到有个冰凉的物体在我的颈部呈匀速状滑动，然后我睁开眼睛，我不算了，看到了沈云飞，吓死我了！你这半夜在床上看见自己老婆有什么可怕的呀？你说的是没拿刀的那种，但让我不明白的是，他也威胁我说，如果我停止计算，他就杀了我。我当时很矛盾，我感觉我死活是活不了了。那具体说什么了？算出来了，你就是救世主。停止了，你就是罪人。如果有人拯救了人类或者毁灭了人类，那你可能的功绩和罪恶，都将正好是他的1倍。什么意思？为什么正好是1倍呢？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这怎么算出来的？继续算下去，要是停止了，你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会杀了你。所有的模型和工腔文档都在里边了，你拿去验证。交给我吧。你沈云飞都行。王教授，其实第一次见你我就注意到你了，我感觉你是好人，就是负责任心的那种。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劝你离这些东西远一点，因为世界要发生突变了。每个人能打发完余生已经是万幸了，所以你不用想太多，想多了也没用。我怎么感觉你还知道更多的事儿啊？其实我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愚蠢。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我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之前不报警啊？怎么说呢？没有冒犯的意思啊。警察算个屁，上帝来了也没用，因为人类已经到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阶段了。这一切都取决于上帝。和他说的那个主，自身难保。喂，你知道魏成现在在哪儿吗？我知道。他算的怎么样了？模型已经构建出来了。那我们可以开始进游戏验证了。你要不要先过来把他接走啊？还是先进游戏验证吧。你把电话给他。好，你等一下。找你的。记住，别喝酒。
开车先把你送到纳米中心，你赶紧玩游戏，验证一下卫生的模型。我吃口饭，然后去见沈宇飞。别忘了潘寒啊！放心吧，让徐冰冰他们10个去查。您是爱因斯坦？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爱因斯坦，我只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可怜人。你是谁？我是哥白尼。尊敬的哥白尼，如果你能停一停您匆忙的脚步，心想一出莫扎特，我都无法捉摇着落了。3日凌空把整个文明都毁了，远处的金字塔现在都不见了。现在应该叫联合国大厦了。真叫吧。日出了。没错，日出意味着我将再也听不到莫扎特了。但这次算我运气好，好吗？不必过早和音乐分离。是巨日吗？是又一次的毁灭吗？光是银色的，感觉不到什么温度。那是什么？是月亮吗？这是巨大的月亮吗？为什么之前我在游戏里边从来没有见过它？你没听说过大撕裂吗？大撕裂？什么大撕裂？我的过去，文明的过去，宇宙的过去，不堪回首。是什么把你变成这样了？是大撕裂吗？当然不是，没有人能活着见到大撕裂，那是让人绝望的毁灭，摧毁了所有人的努力，我们都被上帝抛弃了。但愿上帝不会抛弃您吧。不过我对此没有信心。我感觉您和牛顿他们到东方用人类运算的那个模型已经很接近于正确了，但所差的那么一点点，对牛顿或其他人来说，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您的相对论正好弥补了这一点点。不，我一直认为没有我，别人也会发现相异相对论，但广义相对论却不是这样的。具体来说，牛顿差的一点，就是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行星轨道的引力射动。但就是因为差的这么一点点，所以可能导致计算结果出现巨大的缺陷。没错，只要在经典方程中加入引力射动的修正，就能得到正确的数学模型。它的运算量比你们在东方完成的要大得多，可对现在计算机来说不成问题。所以这个观测结果经过天文观测的证实吗？要那样的话，我还会在这里吗？不过要从美学角度讲，我是没有做的，做的是宇宙。上帝抛弃了我，接着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汪教授，申博士，申博士，这个是魏成做出来的模型，你认为它能成功吗？如果失败，意味着用数学方式解决三体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了。单白启动仪式即将开始，我们过去吧。我曾经在战国时代见过这样的单白，那是为了催眠太阳神用的。以现在的文明进化到如此的高度，应该不再需要神学和玄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单白启动意味着过去所有努力的终结，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主可以脱离苦海了？我们都可以脱离苦海。
哥白尼，我记得你，跨越了5个时代的人。啊，这位呢是本届的联合国秘书长。您好，您好，您是在战国时代就目睹过大单摆的人。是的，可是为什么现在又要造出这样的东西来？这是一个三体文明的纪念碑，也是一个墓碑。墓碑？谁的墓碑？一个努力，一个延续了近200个文明的努力，为解决三体问题的努力，寻找太阳运行规律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它彻底终结了。我们就是为此事而来的。这是一份能够解决三体问题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是一种全新的算法，或许能够成功。出于对您崇高威望的尊重，让我的科学顾问看看吧。进化算法，能做出这种算法的人都是天才，不仅要有高超的数学水平，还要有卓越的想象力。是有人已经做出这样的数学模型了吗？是的，大概有几十种吧，其中1半以上要比这高明得多。那最终结果呢？已经确切证明了三体问题无解。正如我们早就猜测的那样，三体其实是一个混沌系统，它会把任何微小的扰动无限放大，其运行规律从数学本质上来讲都是不可预测的。可是如果连三体这样简单的运行规律都处于不可预知的混沌的话，那我们对于复杂宇宙规律的探索还怎么抱有信心呢？上帝啊，彻底抛弃了三体文明。现在的文明已经到了相当的高度了吧？是的，掌握了核能，到了信息时代。那就还有这样一个希望，随着文明的发展，我们要到达另外一个高度。虽然还无法搞清楚太阳运行的规律，但至少我们能够在乱纪元生存，可以抵御因为太阳异常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其实以前的人们也是这么想的，这也正是三体文明能够前赴后继、顽强再生的动力之一。但是，它让我们意识到，这一想法是多么的天真。你们应该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巨大的月亮吧？其实，它有这颗星球的1/4大小。它已经不是一个月亮，它是这颗星球的一个半星，它是大撕裂的产物。大撕裂？什么是大撕裂？是毁灭上一轮文明的大灾难。其实和以前的文明相比，这个灾难的预警期还是相当漫长的。根据仪器显示，191号文明的天文学家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观测到了飞星不动。飞星不动了？是的，飞星不动是多个三体文明的最大雄兆。飞星，或者说遥远的太阳，从地面的观察角度来看，在宇宙的背景上静止了。这就存在着3种可能：第一种，太阳和行星以同样的速度朝着同一个方向运行；第二种，太阳正在远离行星而去，是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3颗太阳正冲着行星而来。这就是你们说的大撕裂？是的，191号文明上的人们站在大地上，无望地看着3颗在正空悬停的飞星，看着向他们的世界直面扑来的3个太阳。请随我来。就是这里。我们建造了这个回廊，为了那些难以忘却的纪念。一颗太阳运行到外层气层的可见距离，宁静的夜空中，飞星变成了光焰四射的太阳。30多个小时之后，另外2颗太阳也相继显现了。当最后一颗飞星变成太阳时，第一颗显形的太阳已经从行星极近处掠过，紧接着，另外2颗太阳也从行星更近处掠过。这3颗太阳对行星造成的潮汐力均超过洛希极限。如果这样的话，行星会被撕成碎片的。第一颗太阳直接撼动了行星最深层的地质结构，第2颗太阳在行星上撕开了一道直通地核的大裂缝，第3颗太阳把行星
撕成了2半，这就是较小的那一半，上面有191号文明的废墟，但已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了。当行星核心物质被撕裂后，形状不规则的2部分在自身引力下重新变成了球形，灼热而致密的行星核心物质涌上了地面。那样的话，海洋会在岩浆上沸腾，大地会被溶解。它们相撞之后，大地会变成和海洋一样的质地。你说的没错，几万米的巨大山脉可能在1个小时内升起，又在同样短的时间内消失。行星被撕开的2部分藕断丝连，它们之间在太空中形成了一条岩浆河流。这条岩浆在太空中冷却，在行星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环，但由于行星2部分的引力扰动，环不稳定，构成它的岩石纷纷陨落，使世界处于长达几个世纪的陨石雨中。地狱也不过如此了。大撕裂后，对生态圈的破坏是所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半星上生命已经灭绝了，母星也几乎成了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是，生命的种子竟然再一次发芽。随着母星地质状态的稳定，文明第192次出现。这个过程耗时9000万年。三体世界的生存环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冷酷。最近的一项天文学发现，使我们对三体世界的命运陷入了绝望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行星将一头扎进太阳的火海中。我们通过这个星系中的一些残留迹象，推测出行星和恒星的形成历史。我们发现，在三体星系中，在遥远的过去，曾有过12颗行星，而现在只剩下我们所在的这一颗。所以，其余的11颗都被摧毁了。没错，只有这一种可能是符合推断的。在漫长的天文纪年中，那11颗行星都被3颗太阳吞噬掉了。我们的世界只不过是这场宇宙大捕猎的残余。三体文明经历了192次的众生轮回，难道只是因为幸运吗？幸运不会再眷顾三体文明。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发现，这3颗恒星出现了呼吸现象。恒星呼吸？太阳的气态层以漫长的周期不停地膨胀和收缩，像呼吸一样。当气态层膨胀时，厚度可以增大10多倍，恒星的直径就会大大增加，就像一个大手，更容易捕获到行星。据考证，在三体星系的漫长历史上，太阳气态层每膨胀一次，就会吞噬1到2颗行星。据学者们的预测，最近的一次膨胀将在150万至200万年后发生。在我们过往的认知中，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上帝抛弃了三体文明，我们是宇宙中最孤独的孩子。蛋白仪式即将启动，请各位准时参加。蛋白启动仪式很快就要开始了，请你和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吧。人类太渺小了。是的，生命在整个宇宙中脆弱的不堪一击。可生命还是伟大的，所以192号文明的种子才会在不经意间萌芽，也让我进入了三体游戏，看到了这个文明的不屈。在这样的绝望中，不屈也是一种悲哀。我今天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是谁？杨东。你理解他所说的绝望了？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非常特别。在发现科学界存在的问题之后，他并没有被摧毁。他本来可以活完这一生，但我不知道他又经历了什么。记得他那封遗书吗？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这比人类发现自己渺小更加可怕。汪教授，
你是那个被选中的人，你一定有你的使命。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希望你的存在能有意义。申博士，这个鬼地方，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也不能再待下去。三体文明唯一的出路，就是和这个宇宙赌一把。怎么赌？飞出三体星系，飞向广袤的星海，在银河系中寻找可以移民的新世界。单白。单白是正式系统。单白是正式系统。这个单白的摆动周期并不规律，时刻都是在变化着的。当巨月在母星的这一面时，它与母星的吸力相互抵消，重力减小；当它运行到母星的另外一面时，引力叠加，重力就可以恢复到大撕裂之前。你看这摆锤，像不像一只巨大的金属船头，对冷酷的宇宙永恒的挥舞？是对规律的渴望，还是对混沌的屈服？他在呐喊，三体文明不屈的呐喊。祝你好运。信息时代，192号文明是三体文明的里程碑，它最终证。文明的差距早就注定了你的时代，你们拯救不了主，主也不需要你们的拯救。只可惜，你走到了绝望才看清楚了这一验证失败，并没有让我绝望。在三体里，我所见的事物，是人类绝无法置信的。
我目睹世界被潮汐的力量撕开，分成了两半，岩浆沸腾了海水。我目睹了恒星的日冕吞没了一颗又一颗的行星，暗暗上壁，冷静无情。然而这些在宇宙中不过是史蒂一般的存在，所有的时刻都将消失在绝望中，就像咒语沉没在海水里。我们凭什么拯救主？我们对宇宙那么无知。我指责过你利用主来达到你们的私欲，我又何尝不是？降临派、拯救派，我们都有私欲。人类太渺小了，我们不过是想摆脱这样的渺小。其实人不就是硬币的两面吗？一面高尚，一面龌龊。你算得清楚是哪个面吗？两个星球，一个历经劫难残破不堪，一个运行恒定适合居住。你是选择继续留在原处，解决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去寻找新的家园？人要做选择，主也要吗？三体游戏是为了让你了解主、理解主，而你却想要拯救主。你说的没错，人是要去做选择。我们已经聆听到了主的声音，难道你还不明白？主没有选择。喂。老大，出什么事了？是在那边等人呢。因头部遭枪击导致颅脑损伤致死。瑞成的数学模型成功了吗？没有。算的不对。他成功地向我们证明了三体问题根本无解。他应该是很绝望吧？他提到了杨东，他说杨东比他更绝望。已经找人去调了。根据门口的监控记录来看，申玉飞死亡时间段内，曾经有一个人出入过事发现场，这应该是他死前最后一个见到的人。直接说是谁？潘寒。